这个呆萌可爱的女孩受到了诅咒，一到晚上脑袋就会和身体分家，脑袋还会飞到村民家里偷吃家畜内脏。故事要从10年前说起，4个熊孩子大半夜跑到森林的一个鬼屋里玩捉迷藏。女主小美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，她上前一看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。此时她的身后一个飞头缓缓靠近，女孩看着恐怖的飞头一动不敢动，可那颗飞头却没有伤害她，而是给她来了一个法式热吻。时间转眼来到10年后，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小美刚醒来，忽然发现床单上有一抹红色，她还以为是自己长大了，娇羞地清洗着床单，然后又给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，意气风发地出了门。刚出来就有一个健硕的小伙子跟了上来，小伙名叫大壮，是当年和小美一起玩捉迷藏的一个男孩。他一路跟着小美来到医院，是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可小美好像对他并不怎么来电。小美是这家医院的一名护士，没一会儿就有一个小孩来处理伤口。期间，男孩母亲说最近村里又开始闹克拉苏了，昨晚他家的一只鸡就被莫名的啃了。那克拉苏是什么呢？具体的村民们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坊间传闻的一种怨鬼。不过克拉苏并不害人，只会吃一些家畜来充饥。晚上回到家时，小美的村长父亲要去巡逻，试图抓捕克拉苏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些村民还挺猛的，明知道是鬼也敢去抓。父亲离开后，小美就回房睡觉了。可没一会儿，她就开始做噩梦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整个房间却变得凌乱不堪，床上还出现了更大面积的血渍，这明显不是生理期该有的量。更诡异的是，她的胸口还出现了大面积的伤痕。虽然很害怕，但小美并没有对外声张，而是偷偷将事情告诉了大壮。她怀疑自己做的噩梦和小时候去过的鬼屋有关，于是晚上就叫上大壮一起再去那个鬼屋查看。半道上看到了许多动物残骸，而长大的大壮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胆大了，吓得直叫小美一起回去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出现了一个火把，两人躲在树后观察。等对方走近时，小美一眼就认出了来人，冲上去就抱住了他，搞得一旁的大壮是既尴尬又嫉妒。原来此人是小时候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的另一个男孩小帅，几年前跟着父母搬去了外地。就在3人叙旧的时候，远处忽然来了一支队伍，而且看样子是小帅带来的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了村子里，为首的大胡子声称他们是专门猎杀克拉苏的猎人，听闻村子里有克拉苏出没才来到的这里。说完还拿出几个克拉苏的头颅向村民们展示。村长本不愿意让他们在此逗留，可大胡子却说狩猎克拉苏可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他们也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而他们这么做既不为名利也不为钱财，只因为他们都曾遭受过克拉苏的祸害。是小帅告诉他们这里有克拉苏，他们才敢来的。大胡子还表示他们不会打扰村民的正常生活，白天就在树林里休息，晚上再出来抓克拉苏。村长这才同意他们留下。可转头村长就又找到小帅，质问他为何要带这些人来村里，他们值不值得信任？不会是些土匪什么的吧？谁知小帅却说他也不知道那些人能不能信任。他之所以带他们来这里，是因为他所在的地方遭遇了轰炸，父母都死在了那里。为了能回到村里，他才将克拉苏的事情告诉他们。就在村长和小帅谈话的时候，大壮本打算送小美回家，可小美却突然胸口发痛，扔下大壮自己跑掉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再次在凌乱的房间里醒来，而且一起身就吐出了一口血水，胸口的伤痕面积也更大了。然而还有更离谱的，昨晚一户村民家的水牛被啃食了内脏，村民们都坚信是克拉苏干的。小美倍感惊讶，小帅却安慰她也有可能是野兽干的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大胡子等人的驻扎地，却意外发现大壮竟然加入了他们，两人一脸蒙圈，但当着大胡子的面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时间很快又来到了晚上，小美正在处理胸前的伤口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她，原来是大壮他们要去巡逻了。他特意过来叮嘱小美锁好门窗，小美听话的照办，可下一秒胸口就剧烈的疼痛了起来。她躺在床上不断挣扎，脖子上的血管竟还慢慢变粗并呈现出黑色。女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可她的头却诡异地飘了起来。接着，一户村民家的小孩就消失了。村民们闻讯赶来，看到那颗飞头正抱着孩子胡乱飞舞，村民们纷纷开枪射击，可却没对飞头造成一点伤害。庆幸的是，没一会儿飞头就把孩子还了回来，然后飞头就一溜烟地飞走了。恰巧被正在干活的小帅看到，他知道那正是村里正在抓捕的克拉苏，便追着飞头一探究竟，却意外地发现飞头飞进了小美的家里。他搬来梯子爬到窗口查看，刚巧看到飞头回到小美身体的瞬间。他被吓坏了，而小美也刚巧看到了窗口的他。小帅被吓得滑落梯子，然后仓皇地逃走。此时的小美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就是村民口中的克拉苏之鬼，她悲痛欲绝，却又不知自己为何成为了克拉苏。第二天，她在哪里都找不到小帅，应该是被自己吓得够呛。而此时的小帅却找到了村里的一个大师，从他那里得知了克拉苏的由来。原来克拉苏本是一对巫师夫妻，两人在修炼中被巫术反噬，双双化为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恶魔。女的名为克拉苏，男的名为克拉杭，而且这种反噬还会通过唾液传播，被传染的人会在深夜变换为怪物。但是据说又一种叫克拉苏草的植物可以控制这种变身，不过已经几乎绝迹了。听到这些的小帅决定寻找克拉苏草拯救小美，可这期间要如何阻止小美被村民们发现呢？最后他选择每晚主动给小美送上野鸡，而吃了野鸡的小美也果然没有出去乱飞。就这样，两人白天谈情说爱，晚上一起吃鸡。当然，小帅也没有放弃寻找克拉苏草，只不过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意外的是，这天在医院里，一个小女孩无意中喝了小美的水，当晚就变成了克拉苏。
大胡子等人赶来后，二话不说就强杀了小女孩，甚至还掏出心脏泄愤。看来他确实对克拉苏痛恨至极。第二天，村民们焚烧了女孩的尸体。大胡子问女孩父母昨天女孩去过哪里，女孩的母亲说就去了一趟医院，回来就这样了。大胡子听后看向小美，明显开始怀疑她了，因为医院里只有她一个女人。事已至此，找到克拉苏草刻不容缓。可这种草真的存在吗？小帅着急的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小美却有了某种感应，凭着感觉，两人来到了小时候去过的那间鬼屋。果然在屋后发现了大量的克拉苏草，小美直接就吃了一颗，身体当时就出现了反应。总之就是感觉特别好，是可以阻止变身没错。激动中两人四目相对，也不管会不会被传染了，当时就拥吻了起来。可此时大胡子等人却找到了这里，看到亲吻的两人，大胡子上来就大骂克拉苏是个荡妇。小帅让小美带上克拉苏草先跑，一旁的大壮因为吃醋上去就按住了小帅。大胡子等人立马去追小美，而小美却阴差阳错的跑到了小时候去过的那个房间。看到那个箱子后，她瞬间记起了小时候的事情。当时她不仅遇见了一颗飞头，还被对方给亲了一口。看来她就是这样被传染成克拉苏的。回想起一切的小美，忽然变得双眼泛白。而此时大胡子等人也追了过来。三个猎人冲进一间木屋，一进来就看到地上躺着一个无头女人。他们知道小美已经化成了克拉苏之鬼，正四处寻找飞头。忽然一根触手缠住了一人的脖子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男人就咽了气。接着另一个猎人也被触手绊倒，下一秒就被无数触手给来了个透心凉。而此时正在扭打中的大壮和小帅，忽然听到木屋里有枪声传来，也顾不上互殴了，匆忙跑向木屋。大壮看到大胡子正对着飞头射击，急忙上前阻止。他其实也不忍心伤害小美，和大胡子推搡了起来，结果竟被大胡子推出房外摔晕了。小帅赶来时看到地上的大壮，本想上前查看情况，结果却发现小美的飞头飞向远处，他急忙跟了上去，可没一会儿却跟丢了。等他再次回到木屋时，大壮和大胡子都不见了。来到屋里就看见了刚刚人头合一的小美，然后两人趁着村长他们出去增援时，偷偷溜回了房间。小美急忙将克拉苏草藏好，可第二天村民们却发现大胡子的队伍竟在一夜间全军覆没。这时受伤严重的大胡子和大壮也赶了回来，稍作处理后，大胡子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出了小美就是克拉苏的真相。村长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深受克拉苏祸害的村民们却拿着武器冲向了村长家。好在小美有克拉苏草，控制了变身出来和大胡子对峙。他还反咬大胡子一口，说他和几个手下昨晚想要侵犯他，没有得逞，这才血口喷人。大胡子被气得够呛，让大壮告诉村民昨晚看到了什么。可大壮却不忍伤害小美，表示小美说的就是实情。这下村长立马下令将大胡子赶出村子。大胡子当时就挟持了村长，但对方人多，他也没有冲动，说了句不会放过小美就逃走了。小美用眼神对大壮表示了感谢。可当晚大胡子就找到了大壮家里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，然后原来他就是克拉航，这一口下去，大壮也被传染成了克拉航，身体开始慢慢腐烂，躲在房里再也不敢出门。另外，大胡子还烧毁了木屋后的克拉苏草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美的克拉苏草也吃没了，甚至又开始变身吃起了村里的家畜。小帅决定让他和自己一起逃离村子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生活。小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同意了。临走前，他决定去看望一下大壮。看到不成人形的大壮后，小美深感自责，她不得不承认大壮为了自己牺牲了太多，但眼下他又不得不逃走，只得无奈地给了他一个拥抱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再次找到了法师，希望得到更多关于克拉苏的事情。这次法师告诉他，初代克拉苏爱上了人类，恼羞成怒的克拉航就杀死了克拉苏和他的男人，但克拉苏却被传了下来。克拉航便开始将猎杀克拉苏当成一种使命，不但要杀死所有克拉苏，还要剜出心脏泄恨。即便后来克拉苏死后，他的后代也一直履行着这个使命。奇怪的是，无论是克拉苏还是克拉航，都只会在同性间传染。得知这些的小帅更加坚定了保护小美的决心。可就在他回去的时候，村长召集了包括小美在内的所有村民来到广场上，试图确认克拉苏到底是不是村里人变的。小美自然不肯参与，奈何父亲非要证明给那些怀疑他的人看。结果没了克拉苏草的小美，直接当众变成了克拉苏。与此同时，被克拉航侵蚀的大壮听到了大胡子的召唤，身体开始不自觉的扭曲。随着一声怒吼，他再也控制不住，竟长出一对翅膀飞向广场。当然，大胡子也一起飞来。大壮飞上前，一把抓住小美的飞头。就在他要下死手的时候，小帅及时赶到，他不停地呼喊大壮的名字，最终成功让大壮恢复了理智。而此时大胡子却又飞了过来，大壮见状直接飞身迎击，可他哪里是大胡子的对手，没几下就被彻底 KO 了。而此时那些村民竟然在伤害小美的身体，小帅上前拼命阻拦，然后抱着小美的身体就要逃走，可大胡子忽然跳出拦住了去路。小美的飞头上前缠斗，可眼看就要不敌，忽然一声枪响传来，大胡子的身体瞬间被子弹贯穿，小美的飞头也趁机挣脱。接着又是几发射击，大胡子直接被打成了马蜂窝，当场领了盒饭。开枪的是那个法师。原来当年传染小美的克拉苏正是他的妻子，他为了妻子不被发现，才把妻子的头锁在那个箱子里。如今妻子也早就不在了，他把小美当成了妻子的后代，这才伸出援手。他告诉小帅自己在后山准备了一条小船，让他带着小美从那里逃走。
小帅来不及表达谢意，抱上小美的身体就向后山跑去，而小美的飞头则一直跟在身后。愤怒的村民还在后面紧追不放。好在最后两人成功找到了那条小船，可当小帅将身体抱上船后，小美却犹豫了。看着自己那满身疮痍的身体，再想想惨死的大壮以及自己的父母，她感觉自己可能真的是一个祸害。她毫不犹豫地割断船绳，目送小帅独自离开，而自己则被赶来的村民一枪爆头。那一刻，他又仿佛看到了曾经的美好。那时候的他有父母陪伴，还有大壮和小帅两个知心好友，但如今一切都回不到从前，他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